第32課安樂死，延命與信仰立場。如果你只能多活7天，而且會非常痛苦，你要選擇離開，還是繼續撐下去？你躺在病床上，醫生推門進來，語氣平靜卻直白：我們已經做了所有能做的，你的器官逐漸衰竭，時間大約只剩1周。你問：那會痛嗎？醫生說：我們可以給你止痛藥，但有一個選擇，如果你想結束苦痛，國外的合法安樂死醫療團隊可以幫你。一張表格，一支筆，一次選擇，你會簽嗎？這不是虛構小說，而是全球許多醫院裡越來越真實的選項。醫療科技進步了，我們能夠讓人活得更久，但同時也多了讓人好好死去的方法。在這樣的世界裡，聖經的不可殺人還有立足點嗎？信仰的立場會讓我們無情地拒絕那些痛苦中求解脫的人嗎？還是它其實指向一種更深的盼望？2014年，美國29歲女子布列塔尼·梅納德因罹患罕見腦癌，被醫生宣判只剩6個月生命。她不願接受冗長痛苦的治療，選擇移居到允許安樂死的俄勒岡州，安排自己的死亡日期，並留下影片告別親友。在錄影中，她說：這不是我放棄生命，而是我掌握生命最後的尊嚴。消息一出，世界譁然，有人讚賞她的勇氣，有人痛心她的選擇，教會中也出現激烈討論。這是謀殺自己，還是對苦難的解脫？科學給我們選項，但信仰給我們標準。問題是，這兩者總是對立嗎？安樂死的對立面是延命治療。在醫學中，延命治療泛指一切可以讓病人活得更久的手段，呼吸器、葉克膜、強力抗生素、強化營養注射。這些方式或許能延長數天甚至數月生命，但病人的狀態卻可能是昏迷。插滿管線，不能說話，不能進食，甚至不能表達自己的意願。這種狀態下，醫生常說一句話：我們在維持生命跡象，但病人自己早已沒有生活品質。一位老牧師在病榻上曾堅定地說：請不要為我插管，我已經跑完我的路，現在要見主了。他的家人含淚尊重他的選擇，不是因為他不尊重生命，而是他清楚，信仰不是叫我們拼命延長日子，而是要我們善用時間，活出意義。所以，關鍵不是活得夠不夠久，而是我們怎麼理解生命的尊嚴。不可殺人出自埃及記20章13節，是10誡中的第6誡。希伯來原文的意思更準確的音譯為不可謀殺，即出於私意、惡意或便利而結束另一個生命的行動。那麼安樂死或協助自殺算是謀殺嗎？有人會說，這不是傷害別人，是病人自己同意的。但這裡的信仰視角不是有沒有傷到別人，而是人的生命主權在誰手中。如果生命是上帝所賜，那麼連我們自己也不是這生命的擁有者，只是受托者。自殺，無論動機多麼理性，多麼體面，其實都代表我接管了原本屬於上帝的權柄。這不表示信仰對於痛苦的人沒有同理，而是指出一個更深的現實：我們無權替自己決定終點。在面對安樂死與延命選擇時，最大動力往往來自一個問題：為什麼神容許我這麼痛？這也是許多科學人最難接受信仰的一點。如果神慈愛又全能，
為什麼世界還這麼苦？但也許我們可以換個問法，如果痛苦不是神的冷酷，而是他邀請我們更深認識他的途徑呢？在約伯記中，約伯經歷幾乎人類能承受的最大痛苦，失去家產、孩子、健康、名聲，甚至被妻子勸去死。然而他在苦難中問神，怒吼、疑惑，最終卻經歷了一種更深的啟示：我從前風聞有你，如今親眼看見你。神沒有用醫療科技終結他的痛苦，而是用神自己成為他苦難中的答案。那麼一個基督徒面對安樂死與延命該怎麼選擇？是一定要拒絕插管，一切靠神嗎？也不是。基督徒不反對醫療，但反對毫無盼望的無止境治療，不鼓勵任意拒絕幫助，也不接受以體面為名的提早結束生命。信仰教我們的是敬畏生命，這包含3個層面：一、不濫用科技來對抗死亡的自然來臨，延命不應成為拉長死亡過程的工具；二、不借痛苦合理化結束自己的選擇，痛苦不是活下去的反證，有時候是更深經歷神的過程。三、為病人提供陪伴與盼望，而不是逃離。耶穌在十字架上疾痛時，沒有選擇立刻離開，而是完成了救贖。這也意味着，有時我們尊重病人的選擇，拔管、停止治療，是因為這不是主動結束生命，而是承認生命的盡頭由神掌握。耶穌在世時也面對死亡，他不是不知道痛苦，甚至在十字架上喊出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為什麼離棄我？但他選擇不逃避，也不自我終結，而是順服天父，完成了對人類的救恩。他的死不是因無能為力，而是出於愛。他的復活給人類開啟了一條路，死亡不是結束，而是新生命的開始。因此，對一個相信耶穌的人來說，死亡不再是失敗，也不是結束痛苦的唯一出口，而是通往永恆的門。結語，在死與活之間看見永恆。我們都會死，這是科學與信仰都不否認的事實，但唯有信仰告訴我們，死亡不是句點，而是逗點。科技可以讓人多活幾天，少痛一些，但不能回答我為什麼要活，死了會去哪裡？耶穌的回答是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。約翰福音14章6節。從相信科學到相信耶穌，不是丟棄理性，而是讓理性找到歸屬；不是否定醫學，而是在醫學盡頭看見上帝的手依然托住我們。願我們每一個人在面對生死的關口時，不只做出選擇，更做出信靠。